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一个能够让人瞬间致富，也能让人一夜归零。有人可能明天就靠这个玩意儿就实现我们的一个财富自由了，也有人因为这个东西在想用什么痛苦的方法来终结自己一生。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让人又爱又恨？它就是强哥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永续合约。那永续合约到底是什么玩意儿？今天让强哥用最普通的方式来告诉刚入币圈的小伙伴们它是怎么玩的。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影片的币友们，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本视频是刚入币圈的小伙伴们对一个新生事物的了解，通过对区块链以及 NFT 能够让我们的小金库额外的赚取一点外快。如果你也想增加自己的收入来源，欢迎订阅强哥的频道，就不会错过后期的内容。当然了，你们的支持就是强哥做视频最大的动力啊。那如果你觉得本视频的内容有一些是你熟悉的，或者是有些过快或者慢，你可以点击右下角有选择的功能啊，有快速或者慢速的倍数来进行观看。那在这里强哥再一次重点强调啊，本视频的内容不构成任何的投资建议，投资虚拟货币及入市都有很大的风险，我们都是成年人，一定要谨慎。强哥一再强调，特别是我们刚进币圈的新小伙伴们，一定不能去贷款、抵押、高利贷或者借钱来投资，这是最错误的方法啊！一定是在我们有多余的闲钱，让我们的一个不管是你的事业也好，家庭开支也好，在一个正常的良性的循环下，把我们有多余的闲钱都要做好仓位管理，才来边学习边投资，拿出你闲钱的一部分。比如说我有1万块钱，我可以发文5等份，对不对？一次性2000，或者是发成10等份，一次性1000，做好仓位管理，理性的去对待一件新生事物，这样我们才会通过学习以后慢慢让我们的小金库变得更鼓一点。从强哥进入币圈制作视频的开始，也有说过叫大家尽量不要去碰合约。在币圈有一句话叫什么？珍惜生命，远离合约，非常有名的啊。所以一般都会叫大家不要碰。但是呢，合约也能让人赚非常多的钱，也是让人能赔到家破人亡的一个东西。因为在币圈可能几秒钟或者1秒钟，你的几千大美元就不见了，因为那就是他开了超大倍数的合约，所以账户上的钱呢就会瞬间不见了。所以这才是我一直建议新手不要碰合约的根本原因。不过后来经过左思右想，与其叫你们不要玩，但是呢，这个东西对新进币圈的小伙伴们，因为好奇导致你们可能更想玩，所以与其叫你们不玩，我觉得倒不如教你们怎么正确的玩，这样反而是好像会更好一点。毕竟强哥制作视频的初心就是在主页有多余的时间分享，让小伙伴有机会让自己的小金库再鼓一点，不是让大家来赔钱的，是不是？不过呢，只要踏进币圈，不管做什么交易，在每次交易过程中呢，一次不赔钱，那基本上是不可能的啊！我相信是谁都做不到。但是股票跟币圈相对比较呢，还是赔的比较慢的啊。所以玩虚拟货币重点在于如何少赔一点。好了，那我们今天就进入主题。在币圈能够简单的分成2种交易模式，一种叫做现货，另一种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合约。那这里简单解释一下啊，你有多少钱买多少币，像现在的以太坊一样，差不多1颗就是1900U，那你的账户上只有1900U，那我们去买以太坊刚好就买了1颗，对不对？1900U嘛，这样就很好理解了哈，这就是现货。那合约呢，我们就称之为永续合约。这里我就直接用最简单的方式告诉新小伙伴们，它的玩法是什么。也就是说，假如你今天有1900U，以太币1颗也是1900U，如果你拿1900U去买以太币，
你就会买到刚好1颗。比如一个杯子10块钱，你手上刚好有10块钱，那你就刚好买到1个杯子。那假设你是开的活约，活约呢，它就有很多倍数给你选择，比如1到125倍之间任意让你选择。那我刚才有说，你手上假设有1900油，如果你开10倍的杠杆，那就是等于1900油乘以10，也就是说你手上现在就是有19000油去买以太币。这样的话，我们1颗以太币是1900油，对吧？我们现在手上因为你做了活约开了10倍，那我们就有19000油了，这样你是不是就会买到10颗以太币了？这个虚拟货币价格都是起起伏伏的，假设以太币1颗1900油下跌到1800油，那你手上有10颗以太币，那就代表我们现在是不是亏了？也就是说1900减1800，一颗就亏了100油，对不对？那我们有10颗，那就是10乘以100，那就是直接亏了1000油了。那如果以太币跌到1700油，那你就等于亏了2000油，对不对？也就是1900减1700乘以10。因为我们刚才有说了，你的本金只有1900油，所以如果以太币跌到1700油的时候，那你的本金是不是就没有了？这样小伙伴们应该懂这个意思了哈，也就是大家常听到说的爆仓啊，爆仓就是你的活约爆仓，爆仓就是你的活约爆掉，反正呢就是你那个活约的本金没有了，是你的仓位直接被爆掉了。不过反过来的，你赚的也是用10倍去乘啊，也是用10倍去算，也就是一样的以1900油的本金去算。如果以太币从1900油一颗涨到2000油一颗，你就等于赚了，也就是说2000减1900乘以10等于1000，也就是说你赚了1000油。如果价位到了你的预期值，那我们就要记得去平仓，或者你提前设置好止盈。这里的平仓就是帮你的活约卖掉的意思啊。如果你没有卖掉的话，钱永远都不会在你的手上，哪怕就算是现货你也得帮它卖掉，一样的道理啊。只要活跃账户里面这个卖掉的动作就叫做平仓。在这里还要提一个东西啊，叫做强平价格，全名呢就是强制平仓价格。这个强平价格呢，就是在告诉你这个币达到什么价位的时候，你这样的活跃就会被系统强制平掉，也就是在告诉你你的币位到什么价格的时候，系统强制给你仓位爆掉。那我们刚才有说，活跃的全名叫做永续活跃，也就是说只要你不爆仓，那你就永远可以拿到这个活跃，让你放大获利。反之，同时也会放大你亏掉的风险，倍数越大，爆仓的几率呢，当然也是越大的啊。这就是我们平常不希望新手来玩活跃的根本原因。因为如果你的倍数越大，非常容易爆仓。毕竟在币圈1年，人间10年，币圈的价格浮动都是非常夸张的啊。因为它常会有一个现象叫什么插针，可能1分钟或者几分钟内，从现在的最高点，比如说83000比特币，1分钟插到最底，插到个73000，一下插个1万点，那你的倍数不要说多高，开个10倍，可能你的持仓都全部会爆掉。因为这个币价一下子掉下去又上来，一下子飞上去又下来，那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本金也是只有这样的。只要币价哪怕是一瞬间碰到你的强平价格，那你也就瞬间爆仓掉。因为正常情况下，前一天可能还好的，还有赚一点钱，那一个晚上起来就有可能直接归零，你都可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所以强哥再三强调，如果我们要玩活跃，必须提前设置好止盈止损，免得你白白的送钱给别人。那活跃基于现货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可以做多或做空的。简单的解释这两个东西，如果你觉得比价比现在的价格还要高，于是你现在买入，在将来我们帮这个币卖掉，这个行为就叫做做多。那反过来说呢，你觉得未来的价格会跌到你的一个预期价格，比如说83000，现在比特币你认为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会跌到73000，那你就可以来做空。这是非常好懂的，做多的原理应该不用解释啊，也就是低买高卖，也就是从现在的低点买入，在某一天涨到高位的时候我们再把它卖掉。
这个就很好理解啊。做空呢就比较复杂一点啊，它就是高买低卖，也就是说你手上没有东西，你怎么去卖，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就想跟别人借嘛，跟谁借你也不知道啊，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只有交易所帮你处理嘛。实际上来说呢，你今天觉得以太币1900U 会跌到1600U，那你就可以在1颗以太币1900U 的时候做空，也就是说从交易所那里借1颗以太币，也就是从借来的那1颗以太币1900U 的时候，按预期降到你想要的，比如说1600U 的时候卖掉，那这个时候或者比1600U 更低的时候买1颗以太币，要还给你借的那个人，那这样子那个人的以太币是不是没有动到？那这样那个人的以太币是不是完全没有动到？一样是1颗以太币，但是你从中赚了300U 的一个差价，也就是 1900U 减 1600U 等于300U， 这就是所谓的做空。它的原理就是其实借也不是你真的去跟那个人借，卖也不是真的要你去卖，买也不是要你在现实中去买，反正就是如果它跌的比 1900U 更少了，你就是赚，反之如果是它往上面涨了，你就是亏的。操作呢当然没有这么复杂，就只是在单纯的 1900U 的时候点下卖出或做空或叫做卖空的按钮，那等到下降到 1600U 的时候，你平仓也就是卖掉的意思，这个时候你就赚到300U 了。当然你也可以提前设置止盈点，它也会到了 1600U 的时候自动给你平仓掉。那这里有一点必须要注意啊，那就是做空的风险比做多要大很多。原因是假设今天 1900U 归零了，你最多的时候也就赚了 1900U， 那如果以太币它涨了，那你就是亏钱的，对不对？因为它涨是没有一个底线的，因为它这个涨呢是没有上限的，你下跌呢是最多有下限的，也就是最多 1900U 归零，它下跌就是你做空，它下跌就是有一个底线，也就是你的账户归零，把你的本金全部亏完。但是它上涨呢是没有上限的，有可能涨到10万20万一颗，对不对？那这样对你来说亏损是不是就是无限放大？不像你做多，以太币 1900U 跌到归零，你就只亏 1900U， 涨我们再三强调了，它是没有上限的，无限量的。所以来做空都是给经验较为丰富的那些交易员去使用的东西。那为什么可以开倍数呢？原理就是你借的更多嘛。如果做多你本金100U开10倍，那你就是跟交易所借了900U，对不对？如果做空你原本借1颗以太币，那你开10倍就是你多借了9颗以太币。那我们刚刚提到了本金，专业的名字在这里，交易所上面应该叫保证金哦，因为毕竟在交易所上借的钱，我们就得给他一些押金，对不对？那合约又分2种模式啊，一个叫全仓，一个叫逐仓。逐仓呢就是合约独立计算的，也就是说每个仓位是分开来的，相互之间是没有任何关系。假设你开了5个做多的合约，但都是在不同的价格的时候开的，其中1个如果爆仓了，另外你的4个是不会受到影响的啊。那全仓呢，帮所有的合约的保证金都算在一起，这样呢，你的保证金就比较多，比较不容易爆仓。但是如果爆了的话，那你所有的合约账户上的保证金都归零了啊。但是如果爆了的话，你所有账户上面的钱都会不见了。所以它们的差别就在于，逐仓的优点是每个仓位去计算，这个仓位爆了不会影响到其他的仓位，缺点呢就是能够操作的空间比较小。全仓的优点呢比较不容易爆仓，因为你的保证金比较大，但是缺点的话，爆了的话就得把你所有的合约账户上的钱都会归零。所以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注意哦，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在完全没有了解的情况下，我们最好不要去开全仓模式，最好按逐仓一个仓位来管理。那还有最后一点呢，是一个资金汇率。这个资金汇率是什么呢？最普通的解释就是在这个市场上有人会做多，对不对？有人会做空，也就是我们常听到币圈人说的多方跟空方。当某一方比较多的时候，合约价格就会
偏离目前真正的低价。那这个时候呢，比较多的一方就要支付一笔费用给另外一方，这个我相信很好理解哦。那如果小伙伴还想了解的更清楚啊，我们可以直接去问强哥常用的智能 AI ChatGPT， 几秒钟就给我们答案了。在这里我就不再演示给大家看了啊。为什么活跃能让人大赚？虽然它能大赚啊，所以我也不怎么推荐给刚进入币圈的新小伙伴们去玩，因为破产呢只有那么一瞬间，是在币圈是一个非常见的现象啊。因为人的欲望都是无限放大的，谁都想赚更多的钱，对不对？包括强哥自己也是一样。但是我们一定要理性去判断一件事情，还是那句话，天上没有白吃的午餐。 OK， 讲这么多，我在这里就稍微示范一下啊。那我这里就用币安交易所给大家演示一下。如果还有小伙伴们没有注册交易所的，强哥这里还是极力推荐用币安交易所啊，因为它毕竟是number one 在币圈的交易所，对吧？龙头老大，不管它的资金也好，安全也好，这肯定还是没有问题的啊。使用强哥的推荐链接，填写邀请码 TBNL8Q68，你会永远获得 20% 的一个交易返佣手续费啊。如果再加上你账户上有 BNB， 强哥上一期视频也讲过啊，去点开我们的一个使用 BNB 抵消手续费，它也会获得 25% 的一个减免的啊。这样加起来的话就是有 45%， 这就会为我们开源节流省下很大一笔开支啊。你想一下，交易10次，交易100次，重要的事情说3遍啊。可以点开强哥的任意一个视频下面更多展开按钮，第一个就是币安交易所的注册连接啊，小伙伴们可以暂停视频，先去下载注册。如果还有小伙伴不知道怎么下载注册的，强哥往期视频也有讲解啊，连接我也会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可以点击直接进去。我相信按照步骤来，小伙伴们都会马上拥有自己的一个交易所的账号啊。好，我们接下来开始演示一遍啊。那我们下载注册成功后呢，我们就登录到币安的 PC 端页面啊，当然我们手机端也可以的啊。这时候呢，我们的账户就需要有 USDT， 怎么入金、出金、提币等。怎么入金可以去看一下强哥的往期视频啊，以及怎么下载、注册、入金、出金、提币等全套教程，我会把链接放在右上角啊，小伙伴们可以直接点进去按步骤操作就 OK 了。那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进行活跃交易啊。我们点一个活跃，那我们就会跳到这个界面啊，你就可以在这里选择你想买币种活跃。大家看到这里是目前是比特币跟 USDT 交易对，那新手的话，我只推荐老大跟老二，也就是比特币或以太币啊，其他的我建议不要碰啊，因为这两个基本上还是在数字货币里面还是比较靠谱的啊，很多老手就靠这两个币也能利用活跃赚到非常多的钱啊，所以不只有那种小币一下子让你可以赚非常多的，因为小币它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太多了啊，在这里强哥不怎么推荐小币，这种老大跟老二也是 OK 的啊。好了，假设我在这里要选择一个以太币，当然这里也可以搜索啊，你点开在这里也可以在这里搜索你想要做的一个币种，比如说 ADA， 你直接输 AI 大币，对吧？比如说索拉拉，你都可以选择，都可以搜索，也是没问题的。最上面这里活跃这里你也可以选择啊 USDT、USDC， 有交割有B 本位，刚才我们说了，我们一般就做 U 本位的啊。简单说一下 ，U 本位就是单位以 USDT 泰达币作为交易对 ，B 本位就是以币种作为交易对。那这里就是 K 线图啊。如果小伙伴们还有一点不了解 K 线图的，可以先去学习一下啊。今天强哥就不单独再做介绍，那后期强哥可以单独做一期怎么去看 K 线图。
以及了解一下这些是什么线，对不对？今天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啊。那这边呢是一个盘口价啊，之前强哥的视频也有讲。这上面这个红的是卖方，这个是价格，这个是想买的数量，是它的一个合计啊。这个就是当前的价格，以太币的1931.99一个价格一颗。下面是买方的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它每一排的一个价格，比如说现在这个挂的这个单1932.30，想卖出这么多的一个数量，买方也是一样的啊。一般不管是卖还是卖，它都是由低到高，也就是说最低的卖完了才到最高的，比如说70、71、72、73，对吧？74、75、78，它是这样按顺序排上去的啊。这就是一个盘口价。接下来就看你要选全仓还是逐仓。我们点一下，在这里全仓，刚才强哥有说过啊，全仓保证金模式就是保证金资产相同的全仓仓位共享该资产的全仓保证金。在强平事件中，交易者可能会损失全部的该保证金或该保证金资产的下的所有全仓仓位。逐仓保证金模式，一定数量保证金被分配到仓位上，如果仓位的保证金亏损到低于维持的保证金的水平，仓位将被强平。在逐仓模式下，你可以为这个仓位添加或减少保证金，他们两个的情况也就是仓位分开的一个东西啊。那中间这个就是杠杆倍数了啊。当然杠杆倍数大小的盈亏风险我们要自行去评估啊，我们一定不能说一下拉到头开到125倍，因为1到125倍是我们自行去调节的，对吧？一般我们做3倍到5倍就可以了，我们一定要合理去评估，我们一定要自己去评估啊。那接下来还有一个资产模式啊，一个就是单币保证金模式，它的意思就是仅支持使用活跃的保证金资产交易优本位合约，保证金资产相同的全仓仓位间的盈亏互相抵消，支持全仓和逐仓。单币种呢，它就只支持优本位。联合保证金模式，也就是它的功能就是可跨保证金资产交易优本位合约，不同保证金资产全仓仓位间的一个盈亏相互抵消，它就是支持全仓的啊。这个很好理解啊。单币也就是单一个币种的仓位，也就是你账户上我们持有5种币也好，3种币也好，10种币也好，我们选择了的这个单币，它的资产在盈亏情况下，如果说我们是做的 BNB， 那它在你的账户上只使用 BNB 来相互抵消，它不会用你的其他的比特币啊、以太坊啊来相互抵消。联合金保证模式那就不一样了啊，它就是你的所有持币都在盈亏的情况下都可以拿来相互抵消啊，也就是全仓的仓位间的盈亏相互抵消，这个很好理解啊。所以这两个的意思我们一定要弄明白啊。那再下来这里有限价跟市价，很简单了啊，就是要按我们自己的想要的价格去设置进行买卖。比如说它的现在盘口价也就是市价是1932，我们觉得它高了，想1800去购入，我们自己进行设置就 OK。 数量买入数量也就是你的持仓数量，你想买多少，我们有479、480好买，你想买20%的、50%的，对吧？这根据杠杆的大小来持仓买入的。你看那强哥这里是标的15倍，对吧？如果是买50%是200，那就差不多是3000多颗啊，3600多颗，是根据你的杠杆倍数来放大你的持仓进行买入的。那第二个是市价，市价就好理解了啊，也就是说按市场价格，对吧？它就不存在我们刚才的限价价格可以进行自己设置调整。市价的话，它就直接没有让你可调整的空间啊，直接就让你
选入你买入多少数量，买你持仓的这个477%25%还是50%还是100%，对吧？如果你按15倍的杠杆，就可以持仓7057 USDT 的一个总量。那我们这个总持仓的 USDT 除以现价，我们的有多少颗以太币，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啊。那价格定好后呢，那下面就是止盈跟止损的一个设置了。做多就是看涨，做空我们就是看跌，按自己的想赚或者能接受亏多少的价格去设置价格输入即可啊。这样我们点下面开多或者开空，我们的永续活跃就开好了啊，非常简单的。在这里强哥还要重点强调一遍啊，我们的杠杆倍数，如果我们是新手的话，建议就开3倍最多了啊，不要开大了，开大了可能一瞬间我们的持仓的 USDT 就完全没有了。还有一个再强调一下，我们的仓位一定管理好啊，一定不是说我们一下就把我们的 USDT 拉的100%去梭哈，一定就是说按我们的仓位的，你分成10等份，那我们一次可以先做40U， 对吧？就 OK 了。那我亏我就亏1/10，对不对？一定是在我们能够接受亏损的状态下去边学习边吸收经验，等待行情好的时候，我们有一定的基础知识，有一定的预判能力的时候，我们再去扩大仓位进行投资，一定不能脑袋发热，像我们这里 K 线图一样，在某一个点一下插针插下来100点200点，你开了个10倍就无限放大，一下就给你的仓位就爆掉了，这在币圈是分分钟钟的事情啊。好了，今天就跟大家简单的分享到这里啊。以上就是这一期的永续活跃的简单介绍及教学。如果你还有任何问题，也欢迎在视频底下留言告诉我啊，强哥第一时间看到就会回复你。如果本视频对你有所帮助，请给强哥一个赞，你们的支持就是强哥做视频的最大动力。同时加个订阅咯，开启小铃铛。我们下个视频再见，谢谢大家的观看，拜拜。